店主一听，立马表示十分理解，与他语重心长话家常：这位公子啊，我看您年纪挺小的，孩子却有5、6岁了，当爹当得早吧？这别扭闹起来是要先跟他讲道理，但是过后也是要哄的。那您小孩喜欢什么样的衣服？这件怎样？红色的，小娃娃穿起来特别可爱，肯定不会跟您生气了。魏无羡听见当爹当得早的时候，嘴角就一抽，脸色也有些一言难尽。他咳了一声，摆手婉拒道：不，他喜欢白色的衣服，要是买了这件，恐怕更要跟我生气。虽然有些难以言喻的感觉，但是魏无羡却惊奇地发现，他演得怎么这么自然呢？正在体会这种说不出的诡异感觉时，店主已经挑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比划了起来。哈哈哈，看来您的小孩还挺犟的。那就这件布料特别好，款式也好看，设计也很素，您家小孩一定会喜欢的。魏无羡伸出2手接过，捏着衣服的2个肩头看了看，觉得倒也不错。结完账，刚走到铺子门口，准备回到楼台处与蓝忘机会合时，魏无羡却鬼使神差地顿住了脚步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件红色的小衣裳，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某个场景，让他的嘴角渐渐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。其实蓝湛穿红色的衣服也挺好看的。蓝湛，我买回来了。还在楼梯处，魏无羡便冲着里面喊了起来。一打开门，蓝忘机那小小的身形便出现在了魏无羡的眼里。他端正地坐在茶几旁，腰杆挺得直直的，小手轻轻地捏成拳，一左一右地放在自己的腿上。听见开门的声音，他淡淡的眼眸抬了起来，与魏无羡含笑的目光撞了个正着。刚一对视，两人竟不约而同的都不着痕迹地错开了视线。蓝忘机注意到魏无羡已经重新把头发梳起来了，那根有许多墨色标记的发带现在重新回到了他的头发上。换上魏无羡买的衣服之后，蓝忘机对着转过身去的魏无羡轻唤了一声，然后2人在茶桌旁对坐了下来。十分稀奇的，这次竟是蓝忘机先开的口：魏婴。要不是觉得正事要紧，魏无羡很想趁机让他喊自己一声魏哥哥。他应道：蓝湛，你有思路没？需不需要我？本想说需不需要他帮忙，可是忽然想到，蓝忘机应该不太愿意让一个修习邪术的人帮忙吧，毕竟自己现在似乎也只能用鬼道帮他了。所以魏无羡就这么把后面的半句话吞了回去。正在思考应该再说些什么圆回来的时候，蓝忘机已经面色平静地开口了。他道：芍药。魏无羡只略一沉吟，便立马反应过来，忙道：你是说我送给你的那朵花？蓝忘机看着他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方才离去之后，蓝忘机手里稳稳地拿着魏无羡从高处抛向他的那一朵芍药，在魏无羡看不见的地方，鬼迷心窍了一般，极慢极慢地将其放在自己口鼻前，像品尝什么禁果一样，嗅了一口。那缕幽香钻进他的鼻腔，是有点俏皮的甜味。余香还没来得及被完全品味，蓝忘机的心口就像是被一小片羽毛轻轻撩了一下，他忽然全身一僵。反应过来之后，他猛地将花收进袖口，目视前方。正准备深呼吸一口气再离去时，这样一个令人闻所未闻的意外便发生了。在刚刚变小的时候，魏无羡一直在蓝忘机身边闹他，这让他没有办法安静地思考缘由，也根本没有办法与他认真说话。在方才魏无羡离去之后，蓝忘机才能冷静下来思索这件事。当然，这具体的细节，蓝忘机是不会让魏无羡知道的。他只道：许是他的香气所致。说完，他示意魏无羡暂避嗅觉，然后才将袖口里的芍药拿了出来。在魏无羡面前，蓝忘机凝神对他掐了个诀，那芍药隐藏的力量便在花朵的上方浮动成一片流动的气场。魏无羡先是有些吃惊，然后他挑着一边眉毛，单手撑着下巴，兴致盎然道：这芍药还有点意思，是躲成了精的花妖，修为不低啊，连我都瞒过了。蓝忘机颔首：并无害人之意，故难以察觉。魏无羡道：那你知道他是为何要将你变成这样吗？可有什么解法？蓝忘机摇头：不知。似乎是料到了蓝忘机会说不知道，魏无羡跟准备好了一样，忽然举起陈情。他站了起来，来到了蓝忘机的身边，然后他将笛子送到自己嘴边，微微眯眼。虽然是妖不是鬼，
但几分薄面而已，该不会不给我吧？可是陈情正要被吹响之时，魏无羡却忽然一个趔趄，往后退了几步。原来是蓝忘机见他要吹陈情，心下无端一急，不假思索的就向魏无羡伸出了他那只短短的肉肉的手。匆忙之中，蓝忘机成功的将那管黑中透红的笛身一把握住，堵住了其中一个笛孔。可还是晚了一小步，于是陈情便在蓝忘机小朋友的捣乱下，发出了一声沉闷的怪异气音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糟糕的是，因为现在的魏无羡比蓝忘机高出许多，而魏无羡又是站着的，蓝忘机方才只好整个人一跃而起，才能抓到他的那一管笛子。然而蓝忘机还不习惯这小小的身体，加上这个动作本身就有些激烈，所以蓝忘机的力度并没有控制好，整个人便毫无征兆地扑进了魏无羡的怀里，另一只手还在情急之下勾住了魏无羡的脖子。魏无羡低头看着自己身前忽然长出的一个小人，情不自禁地睁大了眼。蓝忘机的小圆脸闷闷的，没去看魏无羡，连那朵芍药所形成的气流都似乎停滞了一瞬。片刻诡异的沉默之后，蓝忘机才十分优雅地从魏无羡身上下来，然后肃然正色道：我问灵，你少用陈情。魏无羡呆了半天，才勉勉强强回应道：哦，那你问吧。不就是要问个灵吗？至于往我身上扑吗？这还是蓝忘机吗？变小了，怎么还变得这么奔放了？当然，蓝忘机并不知道魏无羡在想什么，他只一声不吭地翻出现在对他来说大了很多的忘机琴，然后用泛着粉的指尖轻轻抚在了琴弦上。两声空灵的琴声在蓝忘机的指尖流出，两人皆屏气凝神，等着那朵花妖的回应。可是琴弦上却没有传来回声。看了眼无动于衷的忘机琴，魏无羡又悄悄抬眼去看蓝忘机的脸。他忽然发现藏在他鬓边发丝之下的小耳朵好像有一些红。空气再次陷入了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。不过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安静，因为长街上人们的谈话声一直都在些些点点的传进来，但这有些嘈杂的声音却仿佛令现在的气氛变得更加奇怪了。魏无羡轻咳了一声，然后体贴道：你的灵力是不是也受到了影响？蓝忘机呼出一口气后，终于抿着嘴点了点头。善解人意的魏无羡连忙笑道：没事，你现在可是小孩子，这种事还是让我来吧。听着魏无羡的某个字眼，蓝忘机先是沉默了一阵，过后才闷闷地嗯了一声。魏无羡举起陈琴，神色立马严肃了起来。他吹出几个音节之后，那朵花妖便画出了人形，是个小姑娘的样子，穿着一身粉色衣裙，头发上也别着一朵芍药。明明是个挺清秀的姑娘，说话的语气却十分暴躁。她两手抱胸，抬起头不耐烦道：换我作甚？魏无羡又情不自禁地咳了一声，他已经数不清自己今天到底咳了多少下了。见这位花妖的脾气似乎不太好，魏无羡笑着请教道：这位小姑娘，请问是你把她变成这个样子的吗？说话间，他往蓝忘机那边看了两眼。花妖翘起下巴，爽快承认道：那是自然。那是一朵为了七夕而生，也为了七夕而修炼成妖的芍药。芍药寓意结情或将离，明明是同一种花，却能表达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。许多年前，一位修仙世家的小公子喜欢上了他们家的一名家仆之女，喜欢了许久，而那名女子却完全不知情。苦思多年，那位公子终于下定决心，悉心栽种了一大片的芍药，想在七夕节那一天将开的最好看的芍药花都摘下来，尽数送与那名女子，然后向她袒露心意。因为他听说芍药具有结情之意。后来的故事十分美满，两人本就互相倾慕，很快变成了亲。可是还不到1年，那名家仆之女便因病去世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那位公子才偶然得知了芍药的另一层寓意——将离。妻子去世之后，他伤心欲绝，茶饭不思。在一个夜里，他六神无主地来到了那一片芍药花丛，怔怔地看着那一朵朵开得上好的芍药。一阵无言之后，他忽然猛地跌倒在地，在更深露重的草丛里哭了一整夜。魏无羡抛给蓝忘机的那一朵，便是当夜离那位公子最近的一朵。又过了很多很多年，当时这个家族已经覆灭了，
而那朵芍药却成了花妖。但是他也不作怪，只有一个毛病，讨厌江离草这个名字。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一层江离的寓意，在冥冥之中害得辛苦栽种他的公子和他爱人不得善终，但是这位花妖心里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愧疚的，所以他是要摆脱自己这个污名。什么江离？本芍药是结情用的。结情？都他妈跟老娘在一起！你们这些能在一起的还不在一起，老娘看着心烦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